就在几个星期前，中东的天空再次被战火染红，而这一次不是什么局部摩擦，不是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直接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堪称灭国级的军事打击。最高领袖被炸死了，高层几十人团灭，海军和空军几乎全毁，全球油价暴涨超过 50%， 中东的天然气设施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陷入了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那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点，他点明了4月份要特别小心。各位，我们现在就在4月，他说对了。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南德还丢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测。他说伊朗在短期内是输家，但在长期来看，伊朗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赢家？不仅如此，一位擅长周易八卦的玄学博主竟然也提前看到了台海的结局。他说了什么？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要爆发？今天的内容非常长，非常硬核，涉及的信息量极大。我会把阿南德的预言、88万加的警告、战争的来龙去脉、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全部串在一起，给各位做一个深入的系统性的分析。建议各位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慢慢看。好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大章节，我们来完整回顾这场震惊世界的伊朗战争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把时间倒回2025年的12月，当时伊朗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飙升，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想想，一个普通伊朗家庭几年前能用1个月的薪水养活全家，现在同样的薪水可能连1周的伙食费都不够。汽油在涨，面包在涨，房租在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终于民怨爆发了。2025年12月底，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在伊朗各大城市同时点燃。这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抗议，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0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伊斯法罕到克尔曼沙赫，大学生、工人、妇女、退休老人，各个阶层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们的口号越来越激烈，最开始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还有一句特别触动人心的口号，既不要加萨，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在质问政权，你花那么多钱去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去搞什么抵抗之湖，可我们伊朗人自己都要饿死了，你管过我们吗？各大高校也加入了抗议，阿米尔卡别尔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伊朗逊尼派教士毛拉维在周五祈祷中公开谴责政府的回应，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继续上街，并公开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以帮助伊朗人民。面对这场汹涌的民意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历史上独裁者最常选择的方式——铁拳镇压。他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坦克开上街头，巴斯基民兵全面出动，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报道称，在阿米尔卡别尔大学，一名学生在镇压中受了重伤。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强硬派阿亚图拉哈塔米甚至公开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外界估算，这场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 4.3 万人，超过2万人被逮捕。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外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嗅到了机会，他在1月份连续发声，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
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他警告伊朗当局，如果继续杀害示威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1月23日，他更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多艘飞弹驱逐舰。随后福特号航母也被派往该地区，形成了双航母压境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向伊朗提出了3项核心条件：永久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对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的支持。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核谈判，伊朗方面表示需要回国磋商，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进行。表面上看，外交管道还没断，但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人类历史。那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的一个周六，恰好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德黑兰时间上午8点15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的人们正在开始一天的生活。所有常规的军事空袭都会选择在深夜进行，利用黑暗掩护突袭。但这一次，美以联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偏偏选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密监控行动。他们入侵了德黑兰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通信网络，追踪政府车辆和关键人员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AI 大模型技术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进行全面的即时整合分析。通过这套系统，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死亡之窗。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地下掩体。因为此前所有的空袭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白天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时段。哈梅内伊选择在白天前往市中心的官邸，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召开早餐会议。这群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讨论着国事。他们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在头顶盘旋。川普在海湖庄园下令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他共同监控整场行动。副总统万斯和其他内阁部长在白宫战情室坐镇协调。美国海军发射多枚黑色涂装的特制战斧巡弋飞弹，有人在伊朗山区拍摄到飞弹掠过天空的画面。B-2隐形战略轰炸机、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同时出动。以色列空军近50架战斗机扑向德黑兰，向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与此同时， HIMARS 火箭系统也加入了打击行列。卫星图像很快显示，哈梅内伊的官邸遭到精准打击，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浓烟冒出，至少7枚导弹击中了那片高层官员聚居区。库姆、科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个城市也同时传出剧烈爆炸。伊朗的空军基地、飞弹发射阵地、防御系统、巴斯基民兵总部、后勤设施全部遭到猛烈轰炸。第一天的空袭就摧毁了17艘伊朗军舰和近2000个目标。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以军称摧毁了16架圣城旅飞机。在空中较量中，以色列的 F-35闪电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制伊朗雅克130战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隐形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色列还对伊朗的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式发动了协调一致的网络攻击，一款拥有超过500万下载量的伊朗祈祷应用程式被骇入，向所有用户发送波斯语推播通知，敦促军事人员和公民投诚，放下武器。通知内容包括援助已抵达和清算时刻已到。伊朗官方媒体一开始坚决否认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但随着抢救无效的消息确认，他们最终在3月1日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阿里·哈梅内伊，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最高领袖，终年86岁，在空袭中身亡。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其他数十名高级军政官员。
哈梅内伊的妻子2天后也因伤势过重不治，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都未能幸免。整个伊朗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在一个早晨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影片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列举了伊朗的罪状、人质危机、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镇压国内抗议者、研发核武器。然后他对伊朗人民喊话，当我们做完的时候，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仅有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屈服，相反，失去大脑的伊朗军队在震惊和愤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们几乎向周边所有能打到的国家同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全部遭到攻击，这是一场不分敌友的疯狂报复。杜拜是受害最严重的中立国家之一，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俯冲攻击了哈利法塔附近的繁华地带，棕榈岛上著名的费尔蒙酒店被引燃起火，杜拜码头的住宅区也受到波及。重点是，杜拜根本没有美军基地，多哈郊区的住宅大楼被击中，巴林的一处居民区塔楼被无人机命中，一个11岁的科威特小女孩因为飞弹碎片而受伤身亡。阿联酋表示，拦截碎片坠落在阿布达比和杜拜，甚至连阿拉伯塔也受到了损害。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突破防空系统，直接命中贝特谢梅什的一间犹太会堂，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踪、51人受伤。特拉维夫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袭击，一名女子死亡，27人受伤。这种无差别攻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朗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一向帮伊朗做外交斡旋的卡达，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攻击后立即翻脸，驱逐伊朗外交官。沙乌地阿拉伯声明保留回击的权利，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就连约旦都宣布击落了2枚伊朗弹道飞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后来不得不为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这是内部沟通不畅造成的。但这个道歉恰恰暴露了伊朗内部的严重分裂，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接下来最要命的是荷尔木兹海峡，伊朗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对航经波斯湾的油轮发动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局部封锁。这条只有33公里宽的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4的石油贸易。伊朗宣布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过，国际油价在短短20天内暴涨超过 50%， 全世界的加油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成本暴增，物流费用直线上扬。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这场能源危机的冲击波迅速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欧洲，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能源紧张的各国再次陷入恐慌，天然气价格暴涨，工厂面临减产压力，民众的暖气和电费账单让人心惊胆战。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这2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来自中东，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荷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他们的能源供应几乎就是在走钢丝。分析机构指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阶段，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预计2026年第3季度，亚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将达到每100万英热单位30美元，第4季度更会攀升至 32.5 美元。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6年预计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原本预计2027到2028年会出现的供应过剩预期，已被中东供应中断彻底打乱。对美国自身而言，这场战争的经济代价也在迅速显现。经济学家预计，在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下，美国从今年到2027年的经济增速都会放缓，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升温。中东地区原本是美国科技巨头竞相投资的热土，甲骨文、亚马逊、谷歌和微软都在这里布局了 AI 和数据中心业务。但战争爆发后，
这些投资全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伊朗的导弹甚至击中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科技公司云端基础设施，逼得科技巨头们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有评论说，这场战争不仅炸毁了伊朗的设施，也同时炸毁了美国在中东辛苦建立的科技投资生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少美国民众和政客在质疑，为什么美国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去打一场遥远的战争？13名美军阵亡，365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美国家庭。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一句很微妙的话，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构的泥潭，没有民主建设的演练，我们为赢而战，不浪费时间或生命。但问题是，什么算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就会屈服吗？从目前的战况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革命卫队仍然在打，而且越打越有韧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中国的邮轮和商船成为少数获得伊朗特许放行的船队。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邮轮也少量获得通行。国际媒体因此出现了中国恐怕才是这场战争最大赢家的辩论。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川普和以色列单方面开战，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美国短期内无法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而中国不仅能稳定获取伊朗石油，还在乱局中强化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入3月，战事持续升级，而且越打越凶。3月15日，伊斯法罕地区遭到猛烈空袭，设拉兹附近传出20次爆炸声。3月17日，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地面入侵。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将类似加萨战争，暗示可能无限期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战火蔓延至黎凡特地区。3月18日，以色列做出了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轰炸伊朗南方海岸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达共同开采。伊朗 8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而国内天然气又有 80% 来自这个气田。以色列这一炸等于直接掐住了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命脉，全球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新一波能源恐慌席卷国际市场。伊朗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攻击了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这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他们还攻击了巴林和阿联酋的大型工业设施，以色列南部的化工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每一次攻击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破坏性和持久性。截至4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对伊朗境内超过 1.1 万个目标进行打击，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灭，但革命卫队仍然在顽强抵抗。他们开发出一种被称为降雨式弹头的集束飞弹，单枚可携带20到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的高空散布，覆盖范围达10到20公里以上。这种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让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防空系统拦截高度约15公里，如果子弹药在更高空就提前散布，就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它和标准3型等中高层拦截系统才能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但这些拦截弹价格极其昂贵，且库存有限。在5周的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就在最近几天，伊朗的防空系统更打出了漂亮的反击，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双座战斗攻击机和一架 A-10 攻击机。F-15E 的2名飞行员在伊朗境内弹射跳伞，其中1名武器系统官在山区躲藏超过1天。美国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并刻意在伊朗境内散布假情报，试图引开追捕部队。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才将其救出。另一架 A-10 攻击机在荷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获救。截至目前，美军共有13人阵亡，365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公开展示了防空飞弹击中美军战机的瞬间画面，声称他们的领空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危险禁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5周了。谈判方面，
美国曾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出48小时临时停火建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以持续的火力打击作为回应。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一项2阶段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关键的争议点在于荷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以及伊朗高浓缩油库存的处理。但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官员会面，并明确表示美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卡达也拒绝充当调解方。土耳其和埃及仍在努力斡旋，考虑将多哈或伊斯坦堡作为新的谈判地点。川普则再次向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限期内开放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外长回应说，摧毁民用设施无法迫使伊朗屈服。革命卫队更强硬地表示，荷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陆军司令甚至放话，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好了，了解完目前的战况以后，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阿南德到底预言了什么？他说对了多少？他对未来又有什么更惊人的判断？把时间拉回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2026年的预言影片。隔了几天，12月30日他又发布了一段补充影片。这2段影片后来在全球华人圈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阿南德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他说，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而2026年将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点明了4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高风险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他特别强调，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他还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月份需要特别小心：4月、7月和11月。各位，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了。我们正处在美以伊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多国遭到波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阿南德的4月预警不是在说笑。然后阿南德最近接受了2次采访，专门就伊朗局势发表了看法。他的判断非常清晰。他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中东的冲突还会继续恶化，整个中东都会被拖入高压之中，伊朗是危险的中心。他预测会有大量平民因此死亡，要求政权改变的抗议者会遭受独裁政府的镇压。对照现实，这些是不是全部应验了？阿南德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奏判断。他说，接下来局势或许会短暂降温，出现一段表面上的和平，但他强调，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对伊朗来说，这段时间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段话对照当前的局势，简直就像是在看剧本一样。45天停火正在谈，如果谈成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但按照阿南德的说法，这只是中场休息，新一轮的冲突在几个月后几乎必然会再次爆发。那么9月呢？如果4月底真的停火了，经过大约4到5个月的休养生息，9月前后恰好就是缓冲期结束的时间节点。虽然阿南德没有直接点名9月，但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窗口，加上他休养生息之后再开战的逻辑推演，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段。但阿南德最震撼人心的预言是他对伊朗长期命运的判断。他丢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懵了的话：短期来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怎么可能？一个最高领袖被炸死，高层团灭，军队几乎全毁，能源设施千疮百孔，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赢家？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枷锁。这个体制压制了伊朗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国家的资源浪费在支持海外代理人武装和对抗西方上面，却忽视了国内民生。阿南德认为，这个体制最终一定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主要力量不是美国的炸弹，
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现在伊朗的统治体系可能会被彻底推翻，其运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预计它会逐渐脱离现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发生。他还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伊朗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再往后看，到了2035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新伊朗会出现。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而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了。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战后重建反而让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了经济强国。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但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灾难不是终点，而是浴火重生的起点。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最终成真，那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史诗狂怒行动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远比他们现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可能摧毁了一个政权，但恰恰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波斯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韧性是惊人的。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从居鲁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3大洲的超级帝国。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但波斯文明并没有消亡。再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了，被蒙古人征服了，被铁木尔征服了。每一次被打倒，波斯人都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诺鲁兹，就是波斯新年，庆祝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寒冬之后大地复苏。这个节日已经延续了3000多年，经历了多少王朝更迭，外族入侵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阿南德说伊朗会在废墟中重生。从波斯文明的历史基因来看，这个判断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伊朗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下被严重压抑。一旦政教合一的枷锁被打破，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加上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自由的、现代化的新伊朗确实有可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南德说伊朗是最大赢家，或许并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说完了中东，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大章节，也是所有华人最关心的话题——台海。88万加，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他对2026年的预言去年底再次被大量翻出讨论。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曾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主要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全球紧张局势升高。它被解读为预言了中国将对台湾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他还预言伴随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龙婆甚至还预言2026年11月，地球将首次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关于俄罗斯，他预言会出现一位新领导人，一个被称为大师的神秘人物会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在科技方面，他预见 AI 将在2026年彻底改变人类文明，从工作到社交都将被渗透。不得不说，龙婆的预言一向都是模糊和隐晦的，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解读，但他曾被认为精准预言了911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灾，所以他的话确实会引发大量关注。中东战争的爆发似乎也与他战火从东方引爆的说法有某种程度的呼应，这让人们对他的其他预言也开始认真对待。那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来看看几位不同背景的分析者怎么说。阿南德本人在最近的采访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台海，
他点名的高风险区域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西北、东北地带，焦点放在北韩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上。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吉利小师妹，最近在他的节目中专门推演了台海局势。他的卦象显示，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意，他用的是微乎其微4个字，这个结论跟龙婆的预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更被主流媒体关注的艺术大师李贤阳，他为台湾2026年起的卦是天地否，否卦在64卦里排名第12，紧跟在代表通畅和谐的泰卦之后。否的意思就是上下不通，内外阻隔，天地之间的气不相交，万物停滞不前。但关键在于，否卦虽然代表困境，却并不代表战争，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沟通的不畅、上下层之间的疏离。李贤阳的解读很精辟，他说台湾在政治方面最需要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台湾在科技产业上依然亮眼， AI 和半导体继续领跑全球，但大多数普通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收入提升。这种上面很好，下面没感觉的落差，恰好就是否卦上下不通的体现。而且在易经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否极泰来，坏到了极点，好的转机就会出现。所以否卦虽然难受，但它同时暗含着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重点是你在否的阶段能不能稳住自己，不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中国大陆的卦象，李贤阳起的是火地进，进卦代表日出大地，光明渐进，是一个稳健向好的卦象。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不再急住证明自己的状态，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但民间暂时还不会全面有感。综合所有这些分析，我的看法是，台海在2026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不高。原因很简单，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365人受伤，13人阵亡，每天的军费开支是天文数字，全球能源市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暇顾及印太地区，而中国也很清楚，趁乱动手只会把自己拖入更大的麻烦。况且中国目前在伊朗战争中反而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何必自找风险？但是不会开战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否卦提醒的上下不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警告。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就知道了，蓝绿对立依然严重，世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精英和普通上班族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否的表现。在一个充满外部不确定性的年代，如果内部还在互相撕裂，那才是最危险的。而且台湾还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川普总统任内的目标是要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至美国。半导体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即便美国方面动能非常强劲，但从现实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表态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同时，也在试图削弱台湾的核心优势。这种既要保你又要挖你墙角的矛盾态度，恰恰就是否卦里上下不通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台湾的朋友们，与其整天担心对岸会不会打过来，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团结一致，缩小贫富差距，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人，这才是否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好了，最后一个章节，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阿南德点名的北韩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说北韩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而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时间窗口都还没到。要知道，北韩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猜测和关注，如果北韩内部出现权力交接或政治动荡，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瞬间失控。南韩正处于自己的政治危机当中，之前的戒严风波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日本则一直在加强军事能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对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驻有大量军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和南海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火药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近年来不断升级，从仁爱礁到黄岩岛，摩擦事件频发。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擦枪走火，但在一个各国神经都高度紧绷的年份里，误判和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李乾阳为2026年全球起的总卦是水山蹇，蹇卦的意思就是前方有险，行路艰难，不宜冒进。他的解读非常深刻，他说2026年不是崩盘年，但比崩盘更考验人心。各国都知道旧方法不行了，但还没找到新方法，冲突容易被放大，小问题会被情绪化处理。对普通人来说，最焦虑的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不过阿南德也没有全然悲观，他说2026年同时也是医疗和科技突破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会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谣言，有人说他预言中国将崩溃，他明确否认了，说他从没发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会崩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对预言断章取义或刻意歪曲的信息。我们在接收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这里，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去年年底，中国央视公布了2026年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官方寓意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因为不少网友发现这4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与《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4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当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巧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启示录这回事。但在2026年这个中东战火纷飞、全球能源危机蔓延的年份里，这种巧合确实让不少人感到脊背发凉。另外，88万家预言的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预言嘛，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是所有预言里最不靠谱的一个。但考虑到2024和2025年美国国会曾多次就不明飞行物体举行听证会，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说不定我们对不可能这个词应该更加谦虚一点。世界上最荒谬的预言，有时候反而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说到底，预言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阿南德的预言有精准命中的部分，也有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比如他2020年曾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结果虽然全球股市确实有波动，但并没有真正崩盘。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作行动指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预言准不准，2026年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从伊朗战争到全球能源危机，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亚太局势的暗流涌动，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到传统秩序的加速瓦解，每一件事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牵动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李贤阳说的最好，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恐慌情绪所裹挟，不要因为一条惊悚的新闻标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毕竟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冰河时期、黑死病、2次世界大战、核武威胁、金融海啸、全球疫情，每一次都以为世界要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2026年也许是考验我们的一年，但它也可能是孕育新机会的一年。阿南德自己也说了，这一年在医疗和科技方面会有惊人的突破。黑暗与光明从来都是并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看见哪一面。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第一，阿南德对2026年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美已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高官，但伊朗并未屈服，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全球能源安全遭受严重冲击。
截至4月初，战争已持续5周，超过 1.1 万个目标被打击，双方伤亡惨重。第二，4月底的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前景不明。美伊双方正讨论45天的2阶段停火方案，关键争议在于赫尔木兹海峡开放和伊朗浓缩铀问题。但阿南德警告，即使达成停火，也只是暂时的平静。伊朗会利用缓冲期休养生息，之后冲突必然再起，9月前后可能就是这个缓冲期结束的节点。第三，阿南德最惊人的预言是，伊朗将成为长期最大赢家，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会被推翻，但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被内部变革所取代。2035年后，一个全新的、脱离政教合一的、更加强大的新伊朗将会出现。波斯文明数千年的韧性和伊朗大量受教育的年轻人口为这个预言提供了现实基础。第四，关于台海，吉利小师妹用卦象推演，认为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贤阳为台湾起的天地否卦指向内部分裂和上下不通的挑战，但不指向战争。多位分析者的观点形成共识，2026年台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但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仍需认真面对。第五，北韩和朝鲜半岛是最需要关注的潜在热点。阿南德的7月和11月预警尚未到来，南海局势也值得持续观察。全球正处在旧方法不行，新方法未明的转型中段，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第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准备好自己，保持心理韧性，保持理性判断，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不被恐慌裹挟，不急着做错误决定。否极泰来，冬天过后就是春天。试想一匹烈马冲进火海，嘶鸣挣扎之后，竟然带着满身伤痕冲出了火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泰国预言家普莱眼中2026年的缩影。普莱何许人也？这位被称为神婆的泰国通灵师，因曾准确预言2025年缅甸强震而名声大噪。他自称并非算命师或占星师，而只是个替灵界翻译讯息的人。最近，他透过访谈分享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惊人预言，引发各界热议。更巧的是，2026年正逢60年一遇的丙午马年，俗称火马年，在东方文化中一向带有动荡不祥的意味。上一次的1966年火马年，中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再往前推60年的1906年，旧金山发生特大地震与火灾，整座城市化为灰烬。火马之年往往伴随烈焰与巨变，而普莱今年的预言正好印证了这股宿命般的不安。那么这位神秘的预言家到底看见了什么？谁会在这一年鸿运当头？谁又必须战战兢兢？他口中的神秘代号 JIT 指向哪片最凶险的土地？潜伏在暗处的全新瘟疫和隐形战争又将如何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我们将一口气看完普莱对2026年的全部预言，深入探索其中玄机。首先来看看普莱对12生肖运势的提醒。在2026年，有的人运途光明，也有的人挑战重重，每个生肖都有需要注意的重点。属鼠的朋友，今年对你们来说是高风险的一年，压力特别大，家中长辈可能容易生病，你得分心照顾，自己的身心状态也容易被拖垮，情绪起伏明显，一有突发状况，务必先稳住自己，切勿惊慌失措。由于生肖鼠与流年马正冲，整年意外与变数都偏多，凡事务必要小心谨慎。属牛的朋友，今年运势比前2年明显好转，特别是在工作上。如果之前和上司有摩擦，或者正想跳槽，不妨先按兵不动，因为情况会逐渐改善。今年整体运势在慢慢打开，许多停滞的事开始有起色，生活步调也趋于顺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很适合购车置产等重大采买，你若一直想买辆新车，这可能就是时机。属虎的朋友，说话是你2026年最需要小心的课题。感情方面，很可能只因为一句话就出现裂痕，在人际沟通时，务必要克制自己的嘴，尤其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切忌三思而后言。今年你的言语杀伤力格外强，
一句脱口而出的气话都可能造成长久的遗憾，所以务必要冷静，管住脾气。属兔的朋友，今年最大重点在健康，特别要注意心脏和胰脏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病，或者正面临重要医疗抉择，一定要多咨询几位医生的意见，不要草率下决定。今年身体是你事业与生活的基础，一旦健康出问题，其他计划都可能被打乱，所以务必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上心。属龙的朋友，今年你的感情和财运都有亮眼表现，不过财富多半来自过去，例如追回积欠款项，获得理赔金，或者重新启用闲置的旧资源。今年属龙者会非常忙碌，很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是属于劳碌奔波才能开花结果的运势。虽然最后能收获成功，但过程真的很累，可能长期睡眠不足，切记再忙也要注意休息，身体垮了就前功尽弃。属蛇的朋友，今年要特别当心双腿和意外伤害，靠近车轮、机械设备时务必要多留神，因为有被割伤、扭伤，甚至跌倒骨折的风险。今年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是安全二字，开车骑车不要疲劳上路，从事户外活动务必做好防护，只要守好安全关，其他方面其实都在可掌控范围内。属马的朋友，2026年是你的本命年，与太岁犯冲高达 85%， 冲击很大。这一年对马族而言可说高风险、高压力，但同时也充满了新机会、人脉和转机。重点在于学会筛选，凡事放慢脚步，切忌盲目冲刺。由于整年运势起伏不定，情绪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属马的人今年脾气特别火爆，说话容易口不择言，一不注意就得罪人。另外一定要留意睡眠和健康，千万别熬夜和过度应酬喝酒，否则只会把自己拖垮。在风风火火的本命年里稳住心神，你才能化险为夷，闯出新局。属羊的朋友，2026年请先照顾好身心，你可能经常感到疲惫没精神，意志力下滑，建议先检查一下是不是长期久坐、缺乏运动或生活习惯不佳导致的。如果是，赶紧改善作息，多活动筋骨。今年属羊者的运势关键在于调养生息，把自己的状态养足了，才能迎接下半年的发展机遇。属猴的朋友，对你们来说，离家越远，财运越好。今年若有出国、外派工作、跨城市长途通勤的机会，不妨大胆尝试，奔波反而能带来可观收入。感情运也不错，甚至有机会经营远距离恋情，网络邂逅或异地情缘都可能开花结果，成就美满姻缘。今年就是要走出舒适圈，天地辽阔，财源广，缘分说不定也在远方等着你。属鸡的朋友，今年与太岁有约3到4成的犯冲，要注意的有2点，一是意外，二是口舌是非，各种小擦撞、小意外可能增多，所幸多半有惊无险，平安度过。但真正要小心的是小人以及感情和人际中的第三者。简单说，提防人为的暗算与背后捅刀。感情上留意有人横刀夺爱，工作上当心有人暗中扯你后腿。今年属鸡者要管好自己的嘴，也看紧身边的奸邪之人，这样才能逢凶化吉。属狗的朋友，今年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特别注意痛风、腿部水肿、血脂偏高等问题，一定要调整饮食，多喝水，多运动。平时可以定期检查身体，有状况及早治疗。今年不排除有住院或长期服药的可能性，因此千万别大意，养好身体，自然福气来。健康平安就是今年最大的财富。属猪的朋友，去年的诸多阻滞与卡关，到了今年将逐渐化解，整体运势会越来越顺利，尤其是贷款审批、资金筹措这类烦心事，3月之后会明显变得轻松。若你有创业开店或租赁店面的打算，今年很可能找到理想的门面，特别适合从事饮食相关生意。有汤有面的类型最旺，像是卖拉面、牛肉面或各种热腾腾的汤品都很不错。今年属猪人可以好好把握时机，把去年延宕的计划付诸行动。总的来说，今年属龙、属猴、属猪的运势相对亮眼，有望忙中得财，苦尽甘来。而属鼠与属马的朋友则要格外谨慎，一个与太岁正冲，一年之中变化多，风险高；另一个逢本命年，
各种挑战接踵而至，实属不易。当然，运势不佳时更加需要保持乐观与耐心，提早防范潜在的问题，也就能将坏运影响降到最低。了解了个人运程的起伏，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整个世界，因为普莱对全球局势的预警远比个人运势要严峻得多。普莱提醒，2026年的旅行和国际安全隐藏着不寻常的危机。去年年底，他在泰国的一场节目专访中抛出一个神秘代号 HJT， 呼吁大家在2026年上半年最好暂时避免前往字母 HJT 开头的国家旅游。一时间，此番言论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网友们纷纷化身键盘柯南，猜测 HJT 代表哪些地方。有人说 H 是夏威夷或香港， J 大概是日本或印尼的雅加达， T 则被解读为台湾或泰国。甚至还有熟悉机场代码的人发现，蒙古国呼吉尔特机场的代号正是 HJT， 让这个谜团更加扑朔迷离。然而到了今年1月，普莱更新了说法，他接受香港媒体访谈时特别说明，之前提到的 HJT 其实是指去年的情况。至于2026年，需要特别留意的会是 JITP 这4个字母。换言之，有4个名称以 JITP 开头的国家在今年格外需要避免或慎行。虽然他没有直接点明是哪4国，但不少人猜测这可能指向西太平洋附近的几个国家。J 很可能是日本， I 或许代表印尼 Indonesia， T 指台湾， P 则可能是菲律宾。这些地区要么火山地震频繁，要么地缘局势紧张，都让人不得不提高警觉。普莱还透露了今年哪些月份出行风险最高，哪些时段相对适合出门。他警告，2026年最险峻的时期将落在年初和盛夏大约5月到7月间，尤其麻烦。相对而言，到了年底，情势可能稍微平稳一些。总之，今年如果能不出远门，就尽量留在家中，特别是携带儿童、长辈的家庭旅游，更要三思而后行。除了目的地选择需慎重，交通工具本身也潜藏杀机。普莱语带忧色地指出，凡是跟飞机有关的事情都很可怕。他严肃呼吁相关航空业者，2026年务必做好飞机的维修与安全检查，因为他担心今年恐怕会发生严重的空难。而且在他看来，这起空中浩劫很可能源自人为疏失或航空公司维护不当，而非不可抗力的天灾。换言之，如果各方警觉性不够，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就可能降临。事实上，2026年刚开局不久，就出现了与普莱预警不谋而合的不幸事件。他提醒大家小心与列车有关的重大事故。结果1月中旬，泰国曼谷一处高铁工地发生了起重机倒塌砸中下方行驶列车的惨剧，至少32人当场罹难。没想到几天后，西班牙南部又传出2列高速列车正面相撞的重大意外，造成约40人丧生，成为当地10多年间最严重的铁路事故。这2起事件一出，许多人不寒而栗地回想起普莱的警告，更加深了对他预言的信服。才刚踏入马年没多久，他预见的列车祸事便接二连三地应验了。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普莱对全球灾难与人类前途的预言远不止旅行风险而已。他清晰描绘出2026年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战火、天灾和瘟疫交织，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普莱形容，今年可能会出现水火并行的极端现象，同一时间，地球上一处在水深火热，另一处却烈焰肆虐。在他的意象中，首先出现的是象征火的灾难。他看到巨大的爆炸场景，伴随着砰砰震耳欲聋的巨响。这可能是一场大火灾，也可能是战争的硝烟。因为接着他又看见2个世界级大国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这2强相争的战火规模惊人。普莱不愿直说那2个国家的名字，只暗示他们距离泰国非常遥远，但他忧心地表示，届时战争影响所及之广，连远在东南亚的泰国都难以幸免，整个世界恐怕都会被卷入动荡之中。紧接着，水的灾难画面也出现在普莱眼前，仿佛老天的水龙头突然坏掉，不停地下着倾盆大雨，气候极度反常，以至于一些从不刮台风的国家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风暴肆虐。一边是洪水泛滥，
暴雨倾城，另一边却是火光冲天、干旱焚野、水火两重天的场景，可能同时在不同地域上演。谈到这里，很多人自然联想到地震、海啸等灾害。就在2025年底，邻国一场强震的余波让曼谷大楼摇晃倒塌，令当地民众经历了一场惊魂。对此，普莱倒是提供了一丝让人宽心的消息。他预计2026年的地震情况应不至于像去年那样严重，至少不会再出现曼谷大楼倒塌那种灾情。然而，天下仍难太平。他接着表示，到了2027年，全球地震反而可能更加频繁，其中相当一部分地震甚至不是天然发生，而是由人为因素触发。普莱的这番说法相当大胆，也令人震惊。他认为有某些国家正在海底进行秘密的武器试验，甚至刻意选在地壳断层带引爆来展示武力。他们以为这样秀完肌肉就风平浪静，没想到在地底深处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接二连三的异常地震发生。如果真如他所言，连地动山摇这种天灾都可能变成人祸，那么我们以往对世界的认知将面临颠覆性的挑战。至于人类彼此间的战争，普莱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2026年肯定会有战事爆发，但不会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全面战争。他说，今年的战争会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看得见的传统冲突，另一种则更为可怕，他称之为隐形的战争。这场隐形战争指的不是坦克、大炮你死我活的正面交锋，而是透过生物武器在暗中进行的较量，而且它不是一次性全面爆发，而是带有试验性质，局部性地悄悄投放。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我们可能看不到大规模热战或全球封国动员的场景，但随着这场无形战争的推进，会有越来越多人离奇染病倒下，得了一种说不清、查不出的怪病。没错，普莱所警告的真正危机就是瘟疫，而且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当被问到2026年的疫情是否会很可怕时，普莱甚至没有直接使用病毒或传染病这些字眼，他只说了神秘的3个字：新东西。而正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新东西，成了整个2026年预言中最骇人的隐患。普莱强调，2026年很可能只是开始，真正需要高度戒备的是后面几年。有人追问，这场灾疫会不会重演5-6年前那种全球大流行、封城锁国的局面？普莱的答案是否定的，但也许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他说，这次的疫情未必会一次性大爆发，而是会像花瓣凋零、树叶飘落一样，人们一批一批的死去。而且此病不一定全球同步爆发，而是先在某些地区、某些国家集中发生，再逐步扩散开来，或许不至于出现全面封城，所有人困在家中的极端光景。但他已经看到非常可怕的画面，在疫病肆虐的地区，人们成群接连的倒下，尸横遍野，甚至死者众多到来不及收敛，街头将遍地白骨，多到让生者的内心都变得麻木。那么，这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疾病？普莱在访谈中反复提到一个关键概念，这是一种混合型疾病，也就是说，某种古老的致命疾病和人为研发的病毒结合在了一起。他透露，这场瘟疫并非自然产生，而是由某个国家在实验室刻意打造出的生化武器。而且最可怕的是，最终它不是因意外泄露，而是被故意释放到人群中的。更骇人的是，普莱透露此次让他传话的高龄竟是死神本人。他声称死亡之神向他显现，给了他2个词作为提示，一个是结核病，一个是黑死病。也就是说，这种新病毒可能混入了肺结核和中世纪曾夺去千万人性命的黑死病病原体。要知道，1347年爆发的黑死病在短短6年间就席卷亚欧非3大洲，造成至少7500万到2亿人死亡，欧洲1/3的人口因此丧生。如果现在有人将那种恶魔般的致命病菌重新引入人间，并与现代实验室培养的其他病毒混合，人类恐怕将面对史无前例的超级瘟疫。在普莱的预见中，2026年只是这场浩劫的开端，接下来的数年，一直到2030年前后，疫情会愈演愈烈，人类将长期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事实上，不仅普莱，印度古老的纳迪叶预言、解读师维尼塔以及英国预言家帕克等人
也都提出过相似的警告。他们预言将有一种类似新冠但更致命的新病毒卷土重来，这种病毒可能通过空气传播，人们的行动将再次受限，甚至会出现粮食短缺。而且他们也指出，这将是人造的生化武器。不同文化的先知不约而同指向同一可怕未来，不能不让人背脊发凉。除了瘟疫，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普莱也有所暗示。不少解读认为，普莱眼中那场远在天边的大国冲突，很可能与当前亚洲最敏感的火药库有关。他曾以代号暗示 C 国和 T 国将有战事，指的正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一旦台海局势失控爆发战争，美国等世界强权势必卷入其中。东方燃起战火的同时，西方世界也难免陷入黑暗动荡。民间还流传着一句玄妙的预言，隐隐传达出相似的警讯：26红马血火喷，夕阳暗无天日。意思是说，在2026这个火马之年，东亚可能烽火连天，血流成河，而西方国家则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一旦这可怕的剧本上演，人类文明将面临2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变。眼下看来，这样的末日图景仿佛难以置信，但环顾当前国际局势，我们离灾难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面对如此惊心的未来图景，普莱自己也坦言希望这只是一场梦，但他仍然感到有责任提前发出预警，好让相关人士能超前部署，将灾害风险降到最低。他再三强调，他说出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提醒大家务必保持警惕，未雨绸缪，以便在变局来临时尽可能保全自己和家人。普莱也重申了自己的初衷，他并非要当什么神机妙算的算命师，而只是如实传达灵界给予的提醒。而这些提醒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对人心与道德的忠告。正如他所说，他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们知道因果报应，善恶有报，天堂与地狱都真实存在。换言之，人类即将面临的这些灾难挑战，也许正是我们过往所作所为的因果反应。在劫难降临之前，如果能醒悟并行善积德，也许就能改变某些既定的命运。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写这黑暗的预言呢？预言的作用从来不是坐视不管的等待厄运，而是在警示中争取转机。或许未来并非铁板一块，只要人心向善，努力防范，我们依然有机会避开最坏的结局。就像那匹冲进火海的烈马一样，如今我们人类已踏入了2026年这座险境。接下来的日子，也许每一步都充满危机，每个月都挑战不断，但只要我们不失理智与良知，保持团结与勇气，或许最终仍能从烈焰中冲杀出一条生路。在这充满未知考验的一年里，让我们谨记普莱的这些预警，照顾好自己的亲人和健康，为可能的动荡做好准备，多行善积德，保持正气。倘若我们足够幸运，也足够警醒，也许当下一年曙光到来时，我们能由衷地庆幸自己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伊朗的战火已经持续超过1个月了，这场战争的规模、速度和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但你知道吗？有几个人，或者说有几本书，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切。而且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看到的远不只是伊朗，他们看到了伊朗之后的下一个战场，他们看到了一个延续4年的全球大动荡，他们甚至看到了这个动荡的尽头，一个全新世界秩序的诞生。我们先从最近的事情说起，把伊朗战争的来龙去脉完整的梳理一遍。2025年12月，伊朗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导火线是经济困境，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和物价飞涨。示威者甚至提出了更换政权的诉求，规模被认为是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遍及全国超过100个城市。伊朗当局随即展开了残酷的镇压，大规模屠杀抗议民众。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时段，外界估算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已达3万到 4.3 万人之间。哈梅内伊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武力镇压。1月13日，川普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并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
包括林肯号航空母舰和多艘飞弹驱逐舰。2月初，美伊双方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核谈判，美国提出3个条件：永久停止铀浓缩，严格限制弹道飞弹计划，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等组织的支持。谈判没有结果，美国又向中东增派了第2艘福特号航空母舰。然后2月28日，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代号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般的空袭，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斩首战。精准制导武器直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炸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钻入地堡，直接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时被歼灭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以及数十名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伊朗整个指挥体系被斩断。3月17日，以色列又在空袭中炸死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他是哈梅内伊的高级安全顾问。伊朗的防空网络在美以战斗机面前形同虚设。川普亲自确认了哈梅内伊的死讯，宣布轰炸将持续1周甚至更长时间。以色列总理也发表声明，说要让伊朗人民摆脱暴政枷锁。但有人说有内鬼，有人终于坐不住了，给美国人通风报信，报告了哈梅内伊的精确位置，里应外合，这才有了如此精准的斩首打击。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行动。而且注意时间点，伊朗方面宣布哈梅内伊死讯的时候，刚好是3月1日。好，记住这个日期，3月1日。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去，倒回到帕克在2025年底坐在他英国家中的书房里，端住咖啡，对着镜头说出预言的那一刻。帕克说了什么？他说2026年3月是伊朗的关键转折点。3月，他的原话是：我们将会看到非常精准的打击，目标直指领导层，同时也会打击剩余的核设施。他特别强调，他感觉不会有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而是空袭和快速行动为主。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他说在打击也门之后会有快速的局势缓和。结果呢，空袭在2月28日开始，3月1日宣布哈梅内伊死亡。帕克说的3月关键点分毫不差，而且确实没有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目前为止都是以空袭为主，虽然有小规模的2栖部队调动，但五角大楼反复强调尚未决定是否发动地面作战。帕克的预言准得令人毛骨悚然，但伊朗也并没有坐以待毙，反击来得迅速而猛烈。伊朗将他的反击行动命名为真诚承诺第4阶段，在几个小时内就向以色列城市和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大量弹道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科威特舒艾巴港的一个美军战术作战中心被无人机击中，6名美国士兵当场阵亡。3月12日，一架美军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6名空军人员死亡。杜拜的美国领事馆被伊朗无人机击中，利雅得的美国大使馆屋顶坍塌，据报其中包括中情局在沙乌地阿拉伯的情报站。3月27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架加油机和一架 E3 空中预警机被毁，12名美军受伤。截至目前，已有13名美军牺牲，超过300名士兵受伤。而伊朗最致命的一招，也是最让全世界头疼的一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狭窄的水道有多重要？全球 20% 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里。伊朗用无人机、水雷和反舰飞弹袭击通过海峡的民用油轮，事实上切断了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动脉。3月26日，以军空袭击毙了伊朗负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但海峡至今仍未恢复正常通航。油价暴涨，全球航运巨头把中东航线保费调高了 180%， 欧洲化工企业被迫转向更昂贵的美国页岩气，亚洲半导体厂开始疯狂囤积晶圆和化学品，供应链没有彻底崩溃，但已经开始失灵。有媒体人精准形容说，伊朗打出了自己的节奏，这场战争已经从谁打赢变成了谁先撑不住。双海峡压力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局面。能源供应链没有断裂，却已无法正常运作，这比完全中断还危险，因为企业无法预测成本，贸易合约失去稳定性，
跨国投资开始撤退。3月30日，川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的一个新的、更理智的政权展开谈判，称有重大进展。但他同时威胁，如果谈判失败，就彻底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和哈尔克岛。好，这就是伊朗战争的现况。现在你已经有了完整的背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可能会让你今晚睡不着觉。帕克不只是预言了伊朗，他还描述了伊朗之后的走向。帕克说，伊朗会进入一个过渡期，或者说第二阶段的革命，内部动荡会加剧，但古波斯的精神将被唤醒，终结极端伊斯兰主义带来的黑暗。你们知道吗？伊朗从前不叫伊朗，叫波斯。伊朗人也不是阿拉伯人，很多海外伊朗人至今仍称自己为波斯人。波斯帝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跟中国一样古老。他们的传统宗教不是极端的伊斯兰教，而是古老的拜火教，就是金庸小说里鼎鼎大名的那个波斯明教，张无忌当过教主的那个。帕克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画面，他看到一位神秘的女性领袖将会在混乱之后浮出水面。她不是传统的政治家，而是象征女性力量崛起的化身。帕克形容她有着强烈的艺术家气质，是一位充满灵性的神秘人物，可能有点年纪。他会和一位年轻的男性领袖共同领导过渡期，化解伊朗内部不同信仰之间千年的恩怨。这画面有没有很像金庸笔下的波斯圣女小昭？帕克预言的这位神秘女子会不会是小昭的传人？帕克还看到伊朗人民走上街头，高举象征古波斯帝国的红黄色旗帜，呼唤王权的回归。最终伊朗会建立新政府，走向复兴和民主。而在现实中，美以空袭伊朗之后，海外伊朗侨民确实走上街头庆祝，挥舞着狮子与太阳旗。前国王之子里萨巴列维公开表示，他的过渡政府已准备好接管政权。帕克描述的画面正在成为现实，但是这里才是重点。帕克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让所有在为伊朗欢呼的人瞬间安静下来。他说，伊朗只是序章，真正的风暴眼在中国。伊朗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关于伊朗，它是中美大国博弈棋盘上的关键棋子。中国和伊朗在2021年签署了25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中国承诺在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华为和中兴建设了伊朗大部分电信基础设施，中兴甚至在2010年就植入了监控系统。2026年1月，伊朗镇压抗议时切断网络，靠的就是中国企业打造的监控设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中国已接近达成购买超音速反舰飞弹的协议。中国还向伊朗运送了超过1000吨飞弹推进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说得很直白，中国希望美国和伊朗保持时而谈判、时而有限升级的循环，因为这可以消耗美国在波斯湾的资源，分散美国在印太对抗中国的精力。简单说，就是留着伊朗这个第二战场，美国就没余力管台湾。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话更犀利，通往太平洋之路必经德黑兰。川普可能是第一个看穿这一点的美国总统，把伊朗从棋盘上拿掉，中国就失去了台海危机中最重要的牵制工具。所以帕克对中国到底说了什么？帕克早在2015年出版的《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就预言了中俄结盟对抗美国，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11年后，这个预言已经完全成真。而现在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加具体，也更加惊人。他说，中国近年的军方高层清洗看起来像在巩固权力，但他直觉认为这恰恰是权力结构不稳定的征兆。他反复追问，这些清洗到底是在排除威胁，还是领导者已经在失去控制？他警告说，当权力结构动摇，新上任的军事将领急于建功立业，制造外部敌人就是转移压力最直接的方式。台湾就是最危险的出口。帕克引用印度纳迪叶的预言，认为2026年前对台湾动手的可能性不大，但风险在2027年前后会显著升高。他强调，这不只是单一战争的问题，而是威权体制在经济、政治和权力同时崩塌时的必然反应。中国的经济问题将在2026年引发政治动荡，成为全球焦点。他甚至预言，中国最终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形成多个民主区域的邦联。香港最终独立，中国将回归传统文化，经历深刻的精神觉醒。听上去匪夷所思，
但他11年前说中俄结盟的时候，所有人也觉得匪夷所思。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个预言跟伊朗战争形成了一个恐怖的连锁反应。美国现在把大量军事资源投入中东，航母战斗群从印太调往波斯湾，弹药消耗惊人。美国情报机构3月18日的年度威胁评估表示，中国目前没有2027年前入侵台湾的计划，但专家越来越担心，伊朗战争消耗美国军力后，中国反而认为之后的时机更好。美国的拦截飞弹库存正在快速下降，而这些原本是为防卫台湾准备的。台湾政治大学学者指出，伊朗战争持续越久，中国获得的喘息空间越大，让解放军完成改革，并从各场战争中汲取经验。一旦中国认为能力到位，就不会那么克制了。不过硬币也有另一面，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展示了惊人的军事能力，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卖给伊朗的防空系统不堪一击。中国的军事专家之前断言不可能全面开战，伊朗半小时灭以色列，结果被现实啪啪打脸，网友嘲讽反助听就对了。这种示范效应对中国的军事冒险冲动也是一种遏制。好，帕克说完了，现在让我们穿越1400年的时空，看看中国自己的千年预言书《推背图》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推背图》是唐朝初年天文学家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预言书，融合了易经、天文、诗词、谜语和图画，从唐朝一路预言到未来，从武则天到安史之乱，从宋元到明清，一路应验，被誉为中华预言第一奇书。抗战时期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看到第39象一招，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就断言抗战会在鸡年胜利。结果1945年乙酉鸡年，日本果然投降。我们重点看第45象。谶语写道：有客西来，至东而止，木火金水，习此大耻。宋语写道：盐运洪开，世界同，金乌隐匿白杨中，从此不敢称雄长，兵器全消，运以终。金圣叹批注：此象于太平之势复见兵戎，当在海洋之上，自此之后更真盛世矣。传统上这一项被解读为二战时美国击败日本，但最近方正先生提出全新解读，认为他精准预言了2026年的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背后更深远的地缘政治含义。而且这个解读得到了大量网友的认同和传播，一句一句拆。有客西来，客指外族或外国，美国从西方而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东而止，到了东方就停止。伊朗在美国的东边，暗示这是一场有限度的定点打击，不会无限扩张。事实上，川普确实反复强调，这不是要占领伊朗，而是精准打击。木火金水，五行之中唯独缺了土，这个缺土怎么解？有多种说法。第一种，五行缺土代表不涉及领土争端，主要是海上和空中较量，对应金圣叹说的在海洋之上。第二种，土代表大地、国土、政权根基，缺土暗示要摧毁一个政权的根基。第三种，也是方正先生的解读，木火金水对应各种武器和军事手段的五行属性，合起来就是全方位的立体打击，习此大耻。川普在宣布打击伊朗时，确实用了类似洗血耻辱的措辞。他说革命卫队屠杀了超过1000名美国人，伊朗政府3次派人暗杀他本人，这就是奇耻大辱。这次行动就是要习此大耻。再看宋语，盐运洪开世界，同战火蔓延之际，世界各国统一立场。3月19日，英法德意荷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之前不想沾惹的国家都站出来了。世界同不正是这个意思吗？金乌隐匿白洋中，金乌是中国古代太阳的象征，太阳隐没在大洋之中，一个曾经耀眼的势力消失了。哈梅内伊被斩首之后，伊朗的最高精神权威确实隐匿了，他的儿子穆杰塔巴虽然接班，但已经完全躲在暗处，不敢公开露面，从此不敢称雄长，兵器全消，运以终。经过这场打击，曾经称雄一方的势力彻底衰落，军事气焰消散，国运走到尽头。但方正先生的解读不止于表面，他认为这一项表面说伊朗，实际暗指伊朗背后更大的支持者。这场打击表面针对伊朗，实际是美国对那个大国的战略窒息，伊朗的中东支柱整个垮掉了。
那个依靠伊朗牵制美国的大国发现自己的棋子没了，而且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卖给伊朗的武器和防空系统形同虚设，美以战斗机如入无人之境，还有谁愿意跟他的军工合作？兵器全销，运已终。而李淳风和袁天罡预言的先见之明在于，他们把这场看似与中国毫无关系的中东战争写进了中国的推背图里。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不在中东，而在太平洋。它的最终影响对象不是伊朗，而是中国。如果接受这个解读，接下来的第46项就格外惊悚了。谶语，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语，有义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杀不用刀，不是传统武力冲突，而是某种不见血的方式。经济制裁，政权内部瓦解，社会动荡，还是其他什么？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大多数人不会受害，但有一个特定的人逃不掉。网上的拆字解读让人头皮发麻。一人带弓合成一个夷字，夷的原意有平的意思，夷为平地，化险为夷，都是这个意思。名字里有平字的人是谁？白头翁三个字，白字头上加个翁字又是什么？上下结合，名字里有某个字又和某个字相关的人是谁呢？我不说，你自己想。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金剑埋伏在东门，勇士从后门闯入皇宫。这是在描绘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权力更迭吗？帕克说的中国权力结构不稳定，军方清洗背后的危机，和这一项是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接着看第47项，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金圣叹批注，此项有贤君下士，豪杰来归之兆，铮铮然有无为而治之盛。动荡之后是什么？是演武修文，放下武力回归文化，是紫微星明，真正的领袖降临，是吴王吴地，不再有专制独裁，是来自田间第一人，新领袖出自民间。帕克说中国最终会回归传统文化，经历精神觉醒，走向民主。1400年前的李淳风和今天的帕克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未来。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那我们再加一个维度，把500年前法国的诺查丹马斯也请出来。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在西方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推背图，941首预言诗，准确率高得吓人。他的第26首4行诗写道，巨大的蜂群将会升起，在夜间埋伏。现代解读者认为，蜂群就是无人机群。伊朗战争中，双方大量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嗡嗡作响，夜间飞行，无人机击中杜拜，美国领事馆就是在夜间。这画面像不像一群在黑夜中升起的巨大蜜蜂？另一首诗更令人不安。7个月大战，人们因邪恶而死。从2026年2月底算起，7个月后是9月。川普刚在3月底表示正与伊朗新政权谈判，但同时威胁若失败就彻底摧毁伊朗基础设施。这场战争会在7个月内结束吗？还是会拖得更久？诺查丹马斯还写道，当火星在群星间主宰道路，人类鲜血将洒溅圣所，3道火从东方升起，而西方在沉默中失去光芒。火星是古罗马战神，暗示2026年是暴力冲突之年。3道火从东方升起，是不是暗示东方将出现3场危机？最关键的是，诺查丹马斯在1556年与法国王妃对话中提到的预言。他说1999年恐怖大王降临，然后反基督者的战争将持续27年。1999加27等于多少？2026就是今年。按照这个逻辑，2026年是那场27年战争的终结之年，之后会怎样？诺查丹马斯罕见地写下充满希望的诗句：天使人类的子孙，统治我们也保卫和平。他为统治而制止战争，和平永存。这跟推背图第47项的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如出一辙。3个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预言者。帕克在21世纪的英国，李淳风在7世纪的唐朝，诺查丹马斯在16世纪的法国。他们互不相识，却都指向同一个结论。2026年是巨大的转折点，旧秩序崩塌，新秩序诞生。
动荡是惨痛，惨痛之后是新生命。帕克把这称为第二波大觉醒。他说，当前的混乱是推动人类集体意识觉醒的催化剂。2026到2029年是最动荡的4年，北约会削弱，联合国早已形同虚设。到2030年前后，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架构将从废墟中诞生一个更务实、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从各国精疲力竭后的共识中诞生。他预言印度将引领全球精神复兴，而中国在体制崩解的阵痛后，也会重新拥抱5000年传统文化。帕克说了一段让我印象极深的话：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系统被翻转过来。如果这一切发生了，那最终必定是为了好的方向。先追寻灵性觉醒，其他一切会随之而来。一旦我们在灵性上觉醒，就会自然想去帮助他人，就能对整个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他还说，我们正在见证困难时代的最后阶段，在这之后，一个更好的时代就要来临。那我们台湾呢？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先说几个现实的事情。美国已经把军事资产从印太调往中东，拦截飞弹库存快速下降，这些原本是防卫台湾准备的。学者指出，伊朗战争持续越久，中国获得的喘息空间越大，但反过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展示了惊人的军事能力，对中国是一种威慑。台湾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面对古今中外预言同时指向的动荡期，我们该怎么做？第一，物资准备不是玩笑。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直接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油价上涨带动所有物价上升，囤基本生活物资、药品、饮用水都是明智的选择。第二，密切关注台海局势。不管信不信预言，美国军力被中东牵制是客观事实，未来2到4年的安全形势充满不确定。第三，保持资讯敏感度，动荡时期假消息和恐慌大量传播，学会辨别真伪，不被情绪带着走。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帕克反复强调，物质准备固然重要，但精神觉醒才是真正能让我们度过风暴的力量。无论外在世界怎么翻天覆地，内心的平静和善念才是最强大的护盾。历史的车轮在加速转动，伊朗硝烟未散，中东格局已被改写，硝烟背后一场更大的棋局正在展开。帕克看到了，推背图1000年前就写下了，诺查丹马斯500年前也留下了线索，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旧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篇章即将翻开。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但黎明终究会来。问题是，在那个更好的时代到来之前，你准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在结束之前，我想花一些时间把帕克过去几年的预言准确度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帕克这个名字以外的深入分析。你们可能会想，灵媒的预言到底可不可信，有没有科学根据？先说结论，没有科学根据。灵媒的预言不是科学，它不可以被实验重现，不符合科学方法论，但这不代表它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帕克的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帕克的成名之战是预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他提前好几年就指出女王的健康会在特定时间段急剧恶化，最终辞世。2022年9月8日，女王驾崩。帕克事后被英国多家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他还预言了查尔斯国王会被诊断出癌症，这也应验了。2024年2月，白金汉宫宣布查尔斯国王确诊癌症。在政治方面，帕克在2023年底就预言川普会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时几乎所有民调都显示拜登或哈里斯有更大的胜算。帕克不仅预言川普会赢，还预言他会遭遇暗杀未遂。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宾州竞选集会上被枪击，子弹擦过他的耳朵。帕克事后表示，他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的。在国际局势方面，帕克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提到过一场来自中国的大规模传染病会席卷全球。他在2015年就预言中俄会结盟对抗美国。他预言以色列会对加萨和黎巴嫩的伊朗代理人发动无情打击，这也全部应验了。他预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下台。2025年初，特鲁多果然宣布辞职。他甚至预言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当然，帕克也有预言不准的时候。他曾预言普京会很快去世，
但直到目前普京仍然在位，他预言哈里王子和梅根会离婚，这也尚未发生。怀疑论者网站坏灵媒就专门整理了帕克预言落空的清单，指出他很多预言只是改了时间后重新包装，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在关键的大事件上，女王去世，川普当选，川普遇刺，新冠疫情，中俄结盟，以色列打击伊朗代理人，以及现在的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帕克的命中率确实高得离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几乎每一次都提前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就给出了具体的时间窗口。这就是为什么当帕克说2026到2029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易忽视。再回到推背图，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推背图之所以叫推背图，是因为传说李淳风算得太投入，一路推演未来，停不下来。袁天罡在旁边推了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再泄，于是李淳风才停下。整本书就以最后一项中袁天罡推李淳风背部的画面作为结尾。这本书从第1项到第60项，涵盖了从唐朝到未来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前面40多项已经全部被历史事件验证，从武则天称帝到安史之乱，从宋朝建立到元朝入侵，从明朝覆灭到清朝兴衰，从辛亥革命到二战结束，从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每一项都有谶语、宋语和图画3重密码，而且事后看来都精准，得令人匪夷所思。而我们现在讨论的第45项到第47项，恰恰处在已验证和未验证的交界地带。第45项如果按照传统解读是二战，那它是已验证的；但如果按照方正先生的新解读，它对应的是2026年的伊朗战争，那它就是一个正在被验证的预言。而紧接其后的第46项和第47项，则是即将到来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帕克、推背图和诺查丹马斯都在指向这个时间点？帕克自己的解释是，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宇宙周期的转换。印度古老的吠陀传统把时间分为4个瑜伽，也就是4个时代。最黑暗的时代叫卡利瑜伽，充满谎言、暴力和道德沦丧。帕克认为，我们正处在卡利瑜伽的末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但在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始之间，必然有一段极度混乱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这个概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循环不谋而合。推背图最后一项的金圣叹批注就说，一人在前，一人在后，有往无来，无独有偶，以此电图，其寓意至深远，盖无相之象胜于有相。意思是历史是循环的，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必然来临，这是宇宙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诺查丹马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的预言中最令人恐惧的部分集中在1999到2026年这27年间，但在这之后他写下了少数几首充满希望和光明的诗句，仿佛在说黑暗有尽头，光明在前方。3个截然不同的预言体系，3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结论，这是巧合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面对如此高度一致的预言指向，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是真的，我们也应该认真对待。因为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伊朗战争只是开胃菜，接下来的2到4年，世界会经历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剧烈动荡，旧的国际秩序、旧的政治格局、旧的经济体系都将被重新洗牌。但在动荡的另一边，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帕克的建议很简单，他说不要恐惧，要保持希望，物质层面做好准备，精神层面保持觉醒，照顾好身边的人，维持善良的心。因为无论未来发生什么，善良和爱永远是穿越风暴最可靠的指南针。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一口气讲了帕克的预言、推背图的千年谶语、诺查丹马斯的4行诗，以及伊朗战争背后中美博弈的深层逻辑。信息量很大，如果你需要消化一下，完全可以理解，但请记住今天的核心讯息。第一，伊朗战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帕克和推背图都指向了下一个更大的战场。第二，2026到2029年是全球动荡的高峰期，但动荡是旧秩序瓦解的惨痛。
不是文明的终结。第三，在所有预言的尽头，无论是帕克、李淳风还是诺查丹马斯，他们都看到了光明。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天使降临，和平永存，黑暗有尽头。所以囤好物资，保持清醒，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然后等待黎明。黎明终究会来。我知道有些观众可能会说，你讲了这么多预言，但预言毕竟是预言，它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情报分析。我完全理解这种质疑，所以接下来我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也就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分析的角度，来验证这些预言到底有没有道理。先说伊朗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2026年第一季度，光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半封锁常态化，就已经让全球能源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有学者指出，真正的危机不是海峡完全封锁，而是这种半封锁的常态化。企业无法预测下个月的运费和保险成本，贸易合约失去了稳定性，跨国投资开始从中东地区撤退。同时，曼德海峡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咽喉同时出问题的时候，受影响的不只是石油价格，而是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信心基础。对台湾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台湾 98% 的能源依赖进口，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台湾的能源安全将面临严峻考验。有人做过测算，如果海峡完全封锁，台湾的石油储备大概只能撑90天左右。当然，目前海峡并未完全封锁，但油价上涨带来的连锁效应已经开始影响台湾的物价和制造业成本。再说中国的角色，从军事分析的角度来看，伊朗战争确实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源。美军目前在中东部署了至少2个航母战斗群，还有大量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每一架战机出动都需要消耗弹药和零件，每一次拦截伊朗飞弹都在减少美军的库存。美国的军工产业虽然强大，但生产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先进的拦截飞弹，比如标准3型和爱国者导弹，生产周期长达2到3年，现在消耗掉的库存短期内无法补充。这些拦截飞弹原本是为了应对太平洋方向的威胁而准备的，也就是说，每一枚在中东消耗掉的拦截飞弹都是少了一枚保卫台湾和日本的拦截飞弹。美国国会已经有议员公开质疑，为什么要把防卫印太的武器拿去打伊朗？但川普政府显然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帕克说的伊朗只是序章，真正的风暴眼在中国就不再只是灵媒的玄学了，它背后有非常现实的军事逻辑支撑。美国打伊朗的同时，确实在削弱自己在太平洋的防御能力，而中国确实有可能利用这个窗口期加速军事准备。推背图把伊朗战争和中国的命运写在相邻的2项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完全合理。再来看经济面，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是众所周知的，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资撤离、出口下滑。伊朗战争又让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和能源来源。伊朗的石油占中国原油进口的 10% 到 15%， 而且由于美国制裁，这些石油几乎全部以折扣价卖给中国。如果伊朗政权真的更迭，新政府很可能转向亲西方，中国就失去了这个廉价能源来源。帕克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会在2026年引发政治动荡。从纯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并非不可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威权体制崩解，背后几乎都有经济危机作为导火线。苏联解体之前是经济停滞，阿拉伯之春之前是物价飞涨，伊朗这次的大规模抗议导火线也是经济困境。如果中国的经济恶化到一定程度，社会不稳定因素累积到临界点，推背图第46项所描绘的那种巨变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好啦，说了这么多现实分析，让我们回到预言本身。有一件事我觉得特别值得深思，就是帕克、推背图和诺查丹马斯。他们3个虽然对动荡期的描述各有不同，但在结局的描述上却出奇的一致，他们都看到了光明。帕克说，这是第2波大觉醒的开始，人类将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蜕变。推背图第47项说，演武修文，紫微星明，一个来自民间的贤明领袖将开创无为而治的盛世。
诺查丹马斯说天使的后裔将降临人间，制止战争，带来永恒的和平。这3个预言者来自3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使用3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却得出了如此一致的结论。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想象你站在一座高山的3个不同方向，从东边看到的山和从西边看到的山形状不同，但它们是同一座山。也许帕克、李淳风和诺查丹马斯就是从3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一个未来。如果这个未来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转折点上。伊朗战争只是这个转折的第一幕，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巨变要发生，但所有的巨变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那就是旧秩序的终结和新秩序的诞生。帕克说过一句话，我想用来作为今天的结尾。他说，成为你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那个改变。如果足够多的人这样做，我们就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先追寻天国，其他一切自会随之而来。这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但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年份听起来格外有力量。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走向，也许我们无法阻止战争和动荡的发生，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选择保持善良，保持清醒，保持希望，因为无论未来发生什么，这些品质永远不会过时。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真的很长，从伊朗战争的硝烟到帕克的灵视，从推背图的千年谶语到诺查丹马斯的4行诗，从中美博弈的深层逻辑到人类文明的宇宙周期。如果你能看到这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记住3件事：囤物资、保清醒、等黎明。中共近年来疯狂建造的那些诡异2栖驳船，到底是不是入侵的前兆？而更离奇的是，从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到英国的末日预言家帕克，再到印度的古老纳迪叶，再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几乎所有知名通灵师和预言者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情，但结局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转，让所有悲观预言瞬间翻盘。台湾究竟安不安全？今天我们就从头到尾把整件事情摊开来，好好说个清楚。2025年1月，国际知名军事网站海军新闻率先曝光了一组让全世界军事分析家都坐不住的卫星照片。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龙穴岛造船厂里面，至少5艘前所未见的特殊驳船正在加速建造。这些驳船每一艘的前端都延伸出一条超过120公尺的超长公路桥面，这个长度比一个足球场还长，可以直接让坦克和装甲车从远洋货船上开到岸边的公路。更加诡异的是，驳船底部还配备了可伸缩的千斤顶支柱，能够在恶劣的海况中稳定自身，形成一座移动式的海上码头。军事分析家们看到这个设计之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一个词语，那就是诺曼底。没错，诺曼底。回到2战时期，盟军为了攻打希特勒占领的法国海岸线，在1944年6月6日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2栖登陆作战。但当时盟军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法国沿岸的港口全部被德军炸毁或者重兵防守，根本无法靠岸卸货。你想想看，几十万大军冲上去了，可是后续的坦克、弹药、燃料、食物全都上不了岸，那不是等着被反推回海里吗？于是英国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叫做桑葚港的浮动临时码头，把整座港口拖过英吉利海峡，搭建在诺曼底海滩外面。这个构想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英国人硬是把它给做出来了。正是这种浮动港口，让盟军在登陆后的头3个星期内，成功运送了85万名士兵、48.5万吨补给品和15.3万辆军车上岸。可以这么说，没有桑葚港，就没有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就没有2战的最终胜利。而如今中国建造的这些2栖驳船，其设计概念与当年的桑葚港惊人的相似，更准确地说，它是桑葚港的现代升级版。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军事历史学家在分析后指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登陆驳船历史上从来不会闲着没事建造，它们造价极其昂贵，每艘的成本可能高达数亿美元，而且在和平时期几乎没有任何民用价值。更关键的是，当年桑葚港从开始生产到投入诺曼底作战仅仅间隔了1年，
这位历史学家语重心长地说，这也是为了确保他们在需要使用的时候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驳船只有一个用途，就是大规模的两栖突击作战，而他们最可能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130公里外的台湾。这下子全世界都紧张了。美国国防部在2024年底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国正在大规模建造所谓军民两用的滚装渡轮。所谓滚装渡轮，就是那种车辆可以直接开上去开下来的大型渡船。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民用滚装船队，而这些船只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军事用途，可以在战时快速从民用转为军用，装载坦克和装甲车直接开往对岸。报告还特别指出，虽然解放军海军目前拥有的传统登陆舰艇数量可能不足以单独支撑一场全面入侵台湾的作战，但北京显然认为，通过民用船只的大量征用，加上这些新型驳船的配合使用，已经可以弥补这个差距。而更加可怕的是，这些驳船的存在彻底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台湾防御规划的一个基本假设。以往军事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台湾岛周边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海滩数量非常有限，而这些少数几个滩头阵地都已经被台湾军方重兵防守，布满了地雷、反坦克障碍物和火力点。但这些超长桥面的新型驳船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它们可以跨越礁石、软泥和各种不适合传统登陆的海岸地形，直接将重型装备送到岸上的公路上面。这意味着中共军队不再需要抢攻那几个大家都知道的滩头阵地，而是可以在任何出人意料的地点建立滩头堡。台湾辛苦构建的海滩防御体系，可能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大部分意义。海军新闻的独立分析师萨顿在看到卫星图像后感叹道：“我讨厌自己是对的。”他早在2025年1月就预测了这种入侵驳船的出现，而后续的卫星图像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到了2025年3月，事态进一步升级，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流出了一段后来被火速删除的影片，显示3艘驳船在中国南方海域的湛江南三岛进行了首次海上试验。影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这3艘驳船通过千斤顶支柱稳稳地架设在浅水海域中，前方的超长桥面一路延伸到沙滩之外的公路上面，3艘驳船首尾相连，形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登陆通道。坦克可以从停泊在深水区的货船上开出来，一路通过驳船桥面，直接开上岸边的马路。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用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大标题：中国为对台第一日行动打造的特种船只画面曝光。而海军新闻随后发布了更加详尽的技术分析文章，标题叫做《通往台湾的阶梯》。光是这个标题就足以让人夜不能寐。而且这些驳船的试验地点也很有讲究，湛江距离广州超过200海里，这些驳船是自己航行过去的还是被拖过去的，目前尚不清楚。但不管哪种方式，都证明了他们具备远洋部署的能力。要知道，台湾海峡最窄处也就130公里左右，而湛江到南三岛的距离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如果这些驳船能顺利抵达南三岛并完成海试，那他们穿越台湾海峡更是不在话下。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头再看看历史上的诺曼底登陆，因为这个比较绝对不是军事分析家随便乱说的。诺曼底登陆成功了，但代价极其惨烈。即便盟军拥有几乎完全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即便他们为登陆日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周密准备，第一天仍然有超过4400名盟军士兵阵亡，更多人受伤。而且登陆行动好几次差点就要失败了。有些滩头的部队被德军压制的几乎要撤退，成功靠的是巨大的牺牲、高超的指挥技巧，以及不可否认的一点运气。那么中国如果试图对台湾发动类似的登陆作战呢？台湾海峡的平均宽度大约180公里，比英吉利海峡宽了好几倍。台湾西海岸的潮汐和天气条件非常复杂，每年真正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天气窗口只有2到3个月。台湾的中央山脉从北到南纵贯全岛，最高峰接近4000公尺，这意味着就算你登陆成功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在崇山峻岭中进行残酷的城市战和山地战。而台湾军方近年来大力发展的不对称防御战略，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境设计的。大量的反舰飞弹
水雷、岸基机动飞弹发射车，加上台湾自行研发的雄风系列巡弋飞弹和万箭弹等武器系统，都是为了让任何企图横渡海峡的舰队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美国的 CSIS 智库在2023年进行的台海兵棋推演中就发现，即使在中国胜利的情境下，解放军的损失也是惊人的，可能包括数十艘大型军舰和数百架战斗机。这不是打赢打输的问题，而是就算打赢了，你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代价的问题。好了，军事情报的部分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整件事最诡异的部分，就是全世界那些通灵师们的预言。你可能会说，预言这种东西怎么能当真？但等你听完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通灵师，竟然几乎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且其中好几位的过往预言记录确实让人头皮发麻。先说最有名的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在1996年去世的传奇预言家，从12岁失明之后就开始展现预言能力。他据说曾精准命中了911事件、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英国2022年的毁灭性洪水。他的预言以隐晦的预言式语言记录下来，需要后人解读。而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针对2026年留下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一条就是他预见中国将接管台湾。龙婆还预言这场区域冲突将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直接且剧烈的对抗，最终甚至可能演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与军事冲突同步到来的还有毁灭性的全球金融海啸，预言暗示全球经济体系将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模式。光是听到这里就已经够吓人了。但龙婆的预言还没完，他还预言2026年将发生多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包括大规模地震与火山爆发的连锁反应，加上极端天气，全球约 8% 的地区会遭受严重影响。更加玄幻的是，他还预测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智慧生命取得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好吧，这个我们就先放一边，回到台湾的话题。听完龙婆的预言，你是不是觉得天都快塌了？别急，因为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通灵师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而正是这个结局构成了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最精彩的大反转。他叫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人，被媒体称为末日先知，也有人叫他新诺查丹马斯。帕克从事通灵预言工作已经超过30年了，据称精准命中了新冠疫情的爆发、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他的预言方式非常独特，不仅依靠自身的灵媒直觉能力，还会参考来自印度南方泰米尔纳德邦的古老纳迪叶手稿。什么是纳迪叶？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神秘的预言系统了。纳迪叶是一种据称由数千年前的印度圣贤们通过深度冥想和神圣感应，用棕榈叶记录下来的预言文献。最著名的圣贤包括阿加斯蒂亚、苏克拉和考西卡等。每一片叶子上都用古泰米尔语写着某个特定灵魂的命运细节，包括这个人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家庭背景、职业经历、婚姻状况、一生的重大事件，甚至未来的命运走向和灵修建议。当你去找纳迪叶解读师的时候，他会先取你的拇指指纹，右手男左手女，然后根据指纹的纹路去寻找对应你的那片叶子。如果找到了，解读师就会用古泰米尔语朗读叶子上的内容，然后翻译给你听。听起来很玄，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帕克说他和太太珍妮亲自去了印度，找到了纳迪叶的解读师来验证，结果让他们震惊不已。叶子上记载的关于他们过去的种种事件，居然与现实完全吻合，包括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快忘记的细节。帕克从此成为了纳迪叶的坚定信仰者，并且开始将纳迪叶的预言信息融入他自己的通灵预测中。那么帕克对2026年到底怎么说的呢？注意，这就是故事大反转的地方。帕克在2025年底发布的2026年全球预言影片中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判断。首先，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他说2026年的中国农历新年是赤马年，而在中国古代寓言传统中，赤马年往往与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联系在一起。所谓赤马红羊，是古人用来形容天下大乱年份的说法。帕克说他看到的灾难景象与这个赤马年的寓意高度吻合，他认为这绝非巧合。接着他明确指出2026年3月将是高度敏感的时期，他预测台湾海峡可能出现一起军事摩擦事件，具体来说可能是飞机或者潜艇的碰撞事故，进而引发严重的紧张对峙，日本也会被直接卷入其中。听到这里你可能想说，完了，跟龙婆说的不是差不多吗？台湾要出大事了。但帕克紧接着就丢出了那个惊天反转，他的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在这场冲突中，台湾不会被并吞。不仅如此，帕克更进一步预言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结局。他说，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不是台湾被中国吞掉，反而是中国自身受到致命的重创。他看到中国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习近平的权力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能被迫淡出权力核心。帕克用了一个非常生动而震撼的比喻来形容中共政权即将面临的命运。他说那就像是冰川式崩塌。你看那些巨大的冰川，一开始只是表面出现了几道不起眼的裂缝，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裂缝会慢慢扩大，从表面延伸到深层，然后某一天毫无预警地，整座冰川就轰的一声崩塌了，而且一旦崩塌就完全不可逆转。帕克说，这就是他看到的中共政权的未来。他甚至更加大胆的预言，崩塌之后的中国将分裂成许多个较小的国家或政治实体，最终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邦联式民主体制，各个地区之间边境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贸易和往来。帕克非常明确地说，2026年就是中共崩解的关键转折点，裂缝就在今年出现。等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龙婆说中国会接管台湾引发3战，帕克却说中国会因为对台湾的冒险行为而自我崩塌。这两个预言不是完全矛盾吗？到底谁说的对？其实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他们说的可能并不完全矛盾，而是看到了同一个事件的不同阶段。有一种可能的解读是这样的，中共确实会对台湾发动某种形式的军事挑衅，可能是帕克说的碰撞事件，也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军事封锁或者试探性攻击。龙婆看到的接管台湾的企图，指的就是这个阶段，但这场冒险行动最终不会成功，因为它立刻触发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强力介入和全面制裁。这场失败的军事冒险反而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爆了中国国内早已暗流涌动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不满，最终导致中共政权的瓦解。帕克看到的冰川式崩塌指的就是这个阶段。换句话说，台湾确实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但最终安全度过，而中共却因为自己的鲁莽冒险付出了毁灭性的代价。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位重量级的预言者，来自印度的纳迪叶解读师维尼塔·杜拜潘德。维尼塔是帕克的长期合作伙伴，他根据自己独立解读的多片纳迪叶提供了更多的补充细节。维尼塔说，他从纳迪叶中看到，未来几年全球确实会有战争爆发，而且战争可能与宗教因素有关，涉及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战争将带来死亡和破坏，伊朗和俄罗斯会在幕后推波助澜。但对于台湾本身的命运，维尼塔的解读比较乐观。他说台湾在2028到2029年之间可能遭遇海啸，但特别强调不会是毁灭性的。换言之，维尼塔的纳迪叶解读似乎也在暗示台湾会经历危险和考验，但不会被摧毁，不会从地图上消失。更有意思的是，维尼塔还提到了一个格局更加宏大的预言。他说纳迪叶清楚地显示，在这场全球动荡之中，有5个国家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分别是掌管海洋之国美国、龙之国中国、雪域之国俄罗斯、点燃佛灯之国印度以及帝国废墟的守夜人欧洲。而在这5者之中，有一个国家的整个政治体系会彻底瓦解，国家全面崩溃，面临从零开始的重启。维尼塔没有直接点明是哪个国家，但结合帕克的冰川式崩塌预言来看，目前全世界大多数解读者都倾向于认为那个政治体系瓦解的国家就是龙之国中国。
好了，通灵师们惊悚又离奇的预言暂时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些全都是荒诞不经的胡说八道，对不对？但有趣的是，我们还没提到另一位重要的美国通灵师，洛杉矶的朱蒂·海文利，他也发布了2026年的预言，而他的说法恰好提供了一个折中的版本。朱迪预测中国的海空军力量确实会在2026年增加对台湾周边的巡逻频率，不断测试台湾的防御底线，但他同时明确指出，特别是在川普执政时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他还预测，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双方会建立重要的合作关系。这个预言暗示的是一种紧张但可控的台海局势，既不是龙婆所说的全面战争，也不完全是帕克所预见的崩塌大戏，而是一种长期的高压灰色对峙状态。那没关系，让我们暂时放下水晶球和棕榈叶，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看看军事专家和情报机构到底怎么说。首先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2026年3月刚刚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白纸黑字写道，情报界评估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并没有计划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入侵，也没有设定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这份报告直接反驳了过去6年来一直在华盛顿政策圈疯狂流传的所谓戴维森窗口理论。同时，报告评估北京必须在2049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民族复兴的目标。什么是戴维森窗口？故事要从2021年说起。那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的菲利普·戴维森上将，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他说，北京已经设定了一个严肃的目标，要在2027年之前控制台湾。他还说，台湾显然是他们在那之前的野心之一。我认为这个威胁在这个10年内就会显现，事实上就在未来6年之内。这番证词在华盛顿引发了地震般的震荡，他后来被称为戴维森窗口，深刻影响了美国国会此后数年的军事拨款决策。仅在1年之内，国会就为新成立的太平洋威慑倡议授权了71亿美元的预算。2024年，另一位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也附和了这一说法，在国会卸任听证会上宣称，所有迹象都表明，解放军正在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准备在2027年之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但2026年的最新情报评估却说，且慢，事情不是这样的。北京确实希望解放军做好准备，但具备入侵能力和真的要入侵是两回事。情报界认为，北京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追求军事统一方案时，美国是否会直接军事介入，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后果。那为什么戴维森窗口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被严重夸大的呢？专家们指出了好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军方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大清洗。过去几年，多名高级将领和国防官员被免职甚至逮捕，包括火箭军的多位主官。这场清洗的规模之大，连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感到震惊。一支正在进行大规模内部肃清的军队，其指挥链的完整性、各级军官之间的信任度以及整体的作战士气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你很难想象这样一支军队，同时还能高效地策划和执行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跨海2栖登陆作战行动。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多重严峻的结构性挑战。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余波仍在持续，国内消费长期疲软，提振不起来，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堆积如山，随时可能爆雷。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急剧下降带来的长期衰退压力，历史上中共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一直建立在持续提升民众生活水平这个隐性契约之上。一场大规模的台海战争不仅要花费数万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开支，还会招来全球制裁，导致外贸和投资断崖式下跌。这对已经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来说，简直就是自杀式行为。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多国介入的强大威慑效应。这才是今天整个故事里面最让人感到安心的核心部分，也是为什么帕克的反转预言可能比龙婆的末日预言更加接近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如果台海真的爆发全面冲突，
到底有哪些国家会站出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日本。在所有美国盟友当中，日本是对台湾防御最关键的单一国家，原因非常简单而直接。日本的西南诸岛链从九州南端的种子岛开始，经过屋久岛、奄美大岛、冲绳，一直延伸到距离台湾仅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构成了所谓第一岛链的核心地理环节。美军在日本拥有大量军事基地设施，包括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佐世保海军基地、横须贺第7舰队母港等等。更加重要的是，东京和华盛顿近年来已经开始在日本西南诸岛进行越来越频繁的双边军事演习，美军也开始在这些岛屿上轮换部署兵力和反舰飞弹系统。日本自卫队则在那里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和预制军事补给品。日本近年更是将国防预算提升到了历史性的高水平，并发布了明确以台湾为战略规划核心的国防战略文件。日本为什么这么拼命？因为日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清楚地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中，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就会被彻底掐断。台湾海峡是日本石油、天然气和各种战略物资进口的必经之路，全日本超过 80% 的能源供应都要经过这片海域。台湾一旦易手，日本就会在地理战略上被中国形成的弧形包围圈给死死困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过一句后来被全世界广泛引用的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这句话不是客套的外交辞令，这是冷酷的地缘政治现实。然后是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澳大利亚已经通过2021年宣布的 AUKUS 协议，也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将自己深度绑定在了印太安全架构的最前线。AUKUS 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向澳大利亚转让核动力攻击潜艇技术和舰艇，虽然这些潜艇要到2030年代中期才能全部交付到位，但 AUKUS 发出的战略信号已经非常明确，3个强大的英语系国家手拉手联盟，准备在印太地区全力对抗中国的军事扩张。美国国务院的2号人物甚至在2024年公开将 AUKUS 潜艇计划与遏阻中国对台湾的任何军事冒险直接挂钩，这在外交语言中已经算是非常直白的表态了。再看菲律宾，菲律宾的地理位置让它天然就成为台海冲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距离台湾南端仅200多公里，美国和菲律宾已经签署了强化防御合作协议，扩大了美军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方更是在2024年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三边领导人峰会，之后又进行了首次三边人道主义救灾桌上推演。这种三边合作机制看起来好像只是在练习救灾，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它的真正目的是为台海危机时刻建立起一套多国协调联动的指挥和后勤体系。甚至连远在大西洋那边的欧洲北约成员国，虽然确实不太可能直接出兵参战，但在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方面也绝对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俄乌战争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西方国家联手实施全面制裁时的惊人破坏力。俄罗斯的经济被制裁搞得满目疮痍，而中国经济对全球贸易的依赖程度比俄罗斯高出不知道多少倍。如果中共冒险攻台，等待它的将是比俄罗斯所遭受的制裁严厉10倍甚至100倍的全面经济惩罚。光是被切断与西方金融体系的联系这一条，就足以让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瞬间休克。美国国防部在2026年发布的最新版国防战略中，更是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步调挑战，也就是美国军事现代化的首要参照对手。战略文件明确要求美军沿着第一岛链构建、部署和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态势。所谓拒止防御就是，我不一定要打败你，但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打不过来。从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直到印尼的整条岛链，都将成为阻止中国向更广阔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的坚固地理屏障。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整幅图景的全貌。一方面，中共确实在疯狂备战，那些诺曼底式的2栖驳船绝非儿戏，那是真金白银花下去的战争准备。解放军拥有超过200万现役军人，而台湾只有大约17万。中国2025年的国防预算高达2470亿美元，而台湾即便在大幅增加 16% 之后
2026年的国防预算也才刚过310亿美元，两边的军力差距之大令人窒息。但另一方面，这场潜在的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中国对台湾一个小岛的战争，它将是中国对半个世界的战争。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可能还有韩国和印度，再加上美国本身以及它的全部全球军事基地网络，就算完全不谈直接的军事介入，光是全面的经济制裁、技术封锁和金融切割，就足以让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彻底崩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通灵师的预言表面上听起来彼此矛盾，但深层逻辑可能是相通的。盲眼龙婆看到了中国接管台湾的企图，这个企图千真万确的存在，那些驳传就是铁证。但帕克看到了这个企图的最终结局，那就是失败和自我崩塌。而美国情报界的评估也在用另一种语言暗示同样的结论，中共领导人自己可能也心知肚明，这场豪赌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军事准备不断升级的同时，北京仍然选择以灰色地带行动取代全面战争。频繁的军演、无人机闯入台湾领空、大规模的认知战和假消息攻势、经济施压和外交孤立，这些都是代价相对可控的胁迫手段，目的是在不触发全面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逐步消磨台湾社会的意志和抵抗决心。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师在2026年初的深度分析中指出，习近平在做出是否对台动武的最终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至少7个关键因素：解放军的实战准备程度、军队高层领导的可靠性和忠诚度、美国可能做出的军事反应、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台湾自身的军事和民防准备水平、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问题，以及更广泛的全球政治和经济背景。分析师的结论是，目前这7个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明确支持在近期内动用武力犯台。这也正好呼应了印度神童阿南德的说法。阿南德在他的2026年预言影片中表示，2026年将是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捩点，不是因为战争一定会在今年爆发，而是因为在这一年，所有的力量和矛盾都将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的上空剧烈碰撞。中国的统一野心、美国的遏制战略、日本的军事觉醒、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战略选择、台湾自身面对命运的态度。阿南德特别点明中国是高风险国家，直言中国将面临重大问题。他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3个危险时间点，分别是4月下半月、7月24日前后的那段时间，以及11月中旬左右。但阿南德同时也说了另一番让人看到希望的话。他说2026年除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可能是医学、数学和科学取得重大进步的一年。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形容，他说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祸福相依的道理，阿南德也是懂的。帕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虽然预言了动荡和冲突，但他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一场全球性的大觉醒即将到来。他说的原话是，一个世界正在崩塌的同时，另一个世界正在崛起。许多境界很高、心灵觉悟的人会在这个时代出现，他们是拥有超能力的觉悟者，就像佛陀或者圣人那样的存在。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全球性的心灵觉醒即将席卷而来。帕克甚至充满感情地说，我们非常幸运能出生在这个历史时期，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心灵上的启悟，觉醒的我们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好了，让我最后做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总结。台湾到底安不安全？从目前所有可信的军事情报、专业分析和预测市场数据综合来看，2026年到2027年之间，中国发动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全球最大的预测市场平台上，真金白银押注的交易者们给出了大约 90% 的概率，认为中国不会在2026年底之前发动入侵。这个平台上有超过1290万美元的真金白银在押注这个问题，所以这些数字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每一个交易者用自己的钱包在表态。到2026年6月底之前，入侵的概率更是低到只有 5% 左右。美国情报界在最新报告中也正式否定了所谓2027年固定侵台时间表的说法。
美国海军研究所在报道中引用了解放军追踪组织创始人的分析，认为这份报告延续了美国情报界一贯的评估立场，即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没有固定的武统时间表，但同时也在努力建设具备入侵台湾和击败美军干预能力的军事力量。但是可能性低，绝对不等于风险为零。那些两栖驳船是真实存在的，解放军每隔几个月就要对台湾实施一次大规模围岛军演也是真实存在的。灰色地带行动正在加速常态化，更是不争的事实。台湾的命理师蔡尚基在2025年底发表的2026年预言中就指出，美中对抗在2026年将进入最紧绷的阶段，经贸、科技和军事全面对弈。台海虽然不至于立即爆发全面战争，但将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军演、飞弹、试射、认知作战都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蔡尚基同时也指出，正因为台湾在人工智慧、半导体和无人化技术领域的核心地位，台湾有事已经等同于全球经济危机。这既是台湾面临的风险，同时也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障。因为没有人承担得起台湾半导体产业停摆的代价，包括中国自己。你可能不知道，台积电一家公司就生产了全世界超过 60% 的先进半导体晶片，而最尖端的制程技术更是接近垄断地位。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开的车，甚至全世界的军事系统和人工智慧数据中心，几乎全都离不开台湾生产的晶片。如果台湾因为战争而停摆，不是某一个国家受损，而是整个人类的数位文明都会陷入瘫痪。这就是为什么外交事务杂志在2026年2月的一篇重磅分析文章中，用了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叫做台湾的完美风暴。文章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对台湾统一议题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激进和不可商量。但文章同时也强调，正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全球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任何破坏台湾稳定的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全世界的一致反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中国越是需要先进晶片来发展自己的人工智慧和军事技术，它就越不能冒险摧毁台湾的半导体工厂。但中国越是觊觎台湾的半导体技术，想要据为己有，它对台湾动武的动机就越强。这个矛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只要这个平衡不被打破，台湾就是相对安全的。而台湾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依然保持安全，关键因素有3个。第一，台湾自身不断强化的防御准备，包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加速采购美国先进武器、发展不对称防御战略，以及通过额外的特别国防预算来支撑长期的军事现代化。第二，多国介入形成的集体威慑网络，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美国以及更广泛的 AUKUS 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已经织成了一张越来越严密的安全大网。任何对台湾的军事攻击都不会只是中国对台湾的双边冲突，而是中国对半个世界的全面对抗。第三，中国自身的经济困境和内部问题。习近平不是疯子，他非常清楚，一场失败的台海战争不仅会终结他个人的政治生涯，还可能终结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房地产危机迟迟看不到尽头、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发动一场注定遭到全球制裁和经济孤立的大规模战争，无异于政治自杀。所以最后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通灵师们，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也许他们看到的不是某一天某一刻具体会发生的坦克上滩和炮火连天，他们看到的是一种更深层的历史趋势和命运能量的流动。龙婆看到了冲突的阴影，那是因为冲突的种子确确实实已经种下。那些驳船，那些军演，那些越来越激烈的外交对抗就是证据。帕克看到了崩塌和新生，那是因为旧秩序确实正在动摇松动，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艰难但不可阻挡地破土而出。阿南德看到了400年一遇的转捩点，那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站在了一个人类历史的重大十字路口上。但所有这些通灵师不约而同地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最终的结局并非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纳迪叶的核心教导一直在强调，未来是可以通过个人的选择和集体的行动来改变的。帕克反复说过，
他公开分享这些预言的目的不是散播恐惧和焦虑，而是鼓励全世界的人们发送正面的思念和祈祷，用集体的善意和觉醒来减轻灾难的冲击。维尼塔也温暖地说过，未来是光明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因为在一个世界崩塌的废墟之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悄然崛起。台湾人自己又是怎么看这一切的呢？也许最好的态度就是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准备最坏的，期待最好的，不要被那些末日预言吓得六神无主，但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此松懈。这座小岛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太多次被人预言即将灭亡的时刻，结果每一次都挺了过来，而且每一次都活得比那些悲观预言家们想象的更好更强。也许这就是台湾最强大的真正能力，不是军事力量，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那种在风暴的正中心依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和坚韧意志的精神力量。最后让我引用帕克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内容，他说，如果你渴望去天堂，天堂就在你心里，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最终归于神。要是我们都用这样的心态去看问题，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战争、灾难，对于觉醒的我们来讲，都只是旅途中的风景而已。